在美国，婚后出轨，法律不管，他们明确把这归为道德范畴。但是如果婚后你做了这么一个动作，哪怕是双方没有任何的身体接触，这在美国就会被归为暴力犯罪，等待你的除了牢狱之灾，还有更严重的后果。你要是非公民啊，那接下来就是废除绿卡和停留权，接下来是驱逐出境，永远不能进入美国。那你要问，这不就造成妻离子散了吗？对，美国要的就是这效果。他们认为永远不见面就是对妇女儿童最好的保护。如果你有计划来美国生活，或者想开个洋婚，娶个白人老婆，这条节目啊，你务必要好好听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卫，今天是美西时间的5月4号。今天啊，咱聊一个中国人在美国无意之间啊就犯了重罪的新闻。首先呢，在4月27号，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官网公布了一个消息，他呢又逮捕了一批严重暴力犯罪，等待遣返回母国。如果说母国不要，好办，他就送到那个非洲啊，或者是南美洲的一些小国，臭名昭著的那些监狱。其中有什么犯罪呢？什么抢劫呀，什么入室盗窃呀，还有绑架呀，再就一些暴力犯罪。但这里边啊，除了那些经常出现的南美人的名字之外，他有一个中国人的名字，叫做谢东升。保不齐啊，你看这节目你可能认识他。他呢，因为严重家庭暴力犯罪啊，等待被遣返。今天啊，我从5个方面详细跟你聊聊，你通过这个新闻呢，能看清中美文化的差异。先说第一个，这个人呢，实际上还住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州，这关系到他的身份。他是在佛罗里达州这个重要城市奥兰多的卫星城，叫做莱克马利。这个城市啊，可不是一般城市，它常年蝉联美国前100个宜居城市之一，没跌出过100个，说明什么？顶级学区、豪宅区，然后是奥兰多的卫星城，一般人在那儿买不起房子。这照片我看了，这个嫌疑人呢，长得胖胖乎乎的，说明啊，人家是生活优裕，也发了财了，能在那儿买房子。但是啊，他目前还没有入籍成美国公民，另外也不持有绿卡，他属于叫身份转换期间。但是如果说他因为家庭暴力犯罪，那他面临的除了坐牢之外，那就是要遣送回母国。我看了一下新闻稿，他也已经把1年多的刑啊服完了，出了这牢门的时候 ICE 就等着呢，直接上车等待遣返。那我们说第二件事呢，那就是他呀并不清楚在美国的家庭暴力犯罪啊一共分3个层次，我从轻到重挨个给你分析一下。因为啊，这直接颠覆了咱们中国人对家庭暴力的认知。首先最轻的呢叫做骚扰。什么表现形式呢？就是唠叨啊，就是在你经常尾随他，他不喜欢听，你违背他的意志，你老旁边唠叨他，这个叫做骚扰。如果被唠叨那一方，无论男女啊，他打了911了，那接下来就启动程序啊，绝对超出你的想象。首先，警察会开出一个禁止令，就是你现在属于是唠叨阶段、骚扰阶段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施害一方啊要接受27周的这个心理健康考试学习，你必须得学，另外加上反暴力的课程，这个最终还要考试，不合格的话要接着学。你想吧，这差不多就半年，你就要接受这个测评。如果有问题啊，那可能要转入精神问题了。这是其中第一个。
那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，那警察就问你，你俩还能不能过，能不能安全？如果不能安全的话，他马上给你一个名片，或者说他联系有专门的妇女儿童保护的机构，叫做 NGO。这些机构啊，它是不拿政府薪水的，那钱从哪儿来呢？社会捐助。因为美国它有一个减压阀的机制，就是有一些有钱人他捐款呢能减税，那减税以后他落个好名声啊，以后有利于他竞选呢。所以说这些 NGO 机构啊，他就劝你，这跟咱国内劝不一样，你国内第三方劝或者妇联劝，凑合过吧，为了孩子是吧？老美不这么考虑，老美觉得人生苦短，千万别凑合，能不能过？不能过的话，那干脆离了，你重新再找，你再重拾自己的人生。你看他这第三方机构呢，跟咱的想法是不一样的，他不让你凑合。那我们说一下，这是最基本的。那如果说稍微严重的呢，那就涉及到犯罪了。这个暴力非轻罪和重罪，咱们说轻的，轻的包括什么呢？包括语言威胁啊，比如说我要打死你啊，我要杀死你，这个叫语言威胁。第二呢，比如说你做了这么一个动作啊，你比划一下，实际上你只是用手比划一下，这个就已经犯罪了。或者说你抡起拳头来要抡，如果说对方给你录了像，这个就算证据。那他面临的刑罚是什么呢？首先是1000到10000美金的罚款，再加上1年左右的牢狱之灾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时候他就有权利通知 ICE 啊领人了，就是你把这1年服完了，出这个监狱门的时候，他就进入了遣返流程。除非说你已经拿了公民护照了，哎，不可以。但是啊，绿卡的呀，什么有效签证都会面临这个问题。那我们再看一下啊，另外还有一个附带的责任啊，对于有些人来讲非常重要，那就是永久剥夺持枪权。你甭管是谁，只要你比划这个或者你抡拳头了，你的未来啊，就不能够再买枪了，已经有的枪也得给你没收了。那我们再说第三个叫重罪。什么叫重罪呢？比你想象的门槛要低。比方说，你拎起那个茶壶扔了对方，或者说你拎起一个杯子，然后拿手机砸了对方，这个就叫重罪。无论砸没砸着，这都算啊。砸着判5年，没砸着1年起步。另外啊，你手里拿任何的东西砸，它都称之为武器。你像小时候你爹妈拿这个笤帚疙瘩打你啊，这在美国这是属于是严重的，是1年起步。所以说美国的重罪门槛相对还是比较低的。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哈，重罪啊，毫无疑问他会联系 ICE， 服刑期满呢你就得出去。那第三个呢，我想说一下这里边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哈。因为在美国呀，这不属于家庭问题，它叫做威胁社区安全。就是你这种行为不仅仅是威胁你的老婆孩子，威胁的是整个社区的安全，所以说他得把你给清出去。另外涉及了什么呢？那就是你如果说自己在家里边大声争吵，别人不管，邻居就给你报警了。邻居要打了911，说我邻居已经威胁到我的安全了，他也可能威胁到自己安全，警察就会出警。第二呢，你得考虑什么呢？就是路人。有好多中国人觉得我们夫妻俩吵架，你们管得着吗？路人他就有资格报警，而且经常有路人报警。第三个呢，就是你的孩子，比如有的孩子说我爸爸我妈妈都互相打起来了，或者说扔了个什么手机，行了，老师听到这个消息啊，他有义务要报警，那你接下来就得要进去。好，我们说第四个就是对于移民身份的影响。如果说这个人呢，在访问学者期间啊，或者是移民这个等待期，或者说持有绿卡了，只要你没入籍，你都算外国人，你还属于母国国籍呢。那接下来等待你的是什么？道德评价不过关，你再转绿卡不批，有绿卡转公民不批，甚至是要进行重新审核，所以说是影响这个移民身份的。
第五个，那就是这种事儿啊，很多人想不通说，哦，你把这个人遣送回母国了，这个夫妻也不能相见了，孩子也不能相见了，这不叫妻离子散、拆散家庭了吗？老美啊，他文化中觉得这儿很正常啊，你都已经是个暴力犯罪了，他们认为你永远不跟他见面，这是最好的。另外，如果说你母亲养不起这孩子了，那好办，那干脆给他找一个好人家，因为很多家庭还等着收养孩子呢，让孩子有一个新的这个开始，还要对这孩子进行心理辅导，让他忘记以前的家庭，重新做人了。所以你看，在咱们这儿觉得你怎么着也得维护好这个亲情和家庭和血缘吧，在美国不是，这孩子呀是归于社会的，这个女性也是归于社会的，要让她重新组建家庭，重新再嫁人。孩子呢，如果你养不起，哎，你找其他的那个家庭继续开始他的生活。这儿就是美国的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。关于这件事儿，您怎么看呢？欢迎在留言区留言。咱们下期再会。